这是小小县最直观的感受。本想着不声不响的熬到清谈会结束，轻轻的来，轻轻的走，不带走一片云彩的。结果魏婴，你又在做什么？听着蓝忘机那边传来不和谐声响，蓝启仁立马转过头，怒目而视，训斥的话语脱口而出，多年的习惯几乎养成了条件反射。话是说出来了，只是说到一半，看着那探出的大半个脑袋当啷着，恨不得扎进土里的模样，语气不自觉地放轻了许多。因为水的浸泡，原本高高竖起的马尾像没了精神，软趴趴地耷拉下来，前额两绺碎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，看起来有些狼狈。小小县脸上的红晕还未完全消退，辣椒的余烬还在，虽有些缓和，却依然感觉在冒火，嘴唇有些肿胀，红彤彤的。随主人难过的心情紧抿着，眼睛里也再没了那星光。长长的睫毛盖住眼睑，虽辨不清是何情绪，却也能清楚地知道他很难过，很自责。一直挂在脸庞的轻快烂漫的笑容消失不见，被满满的愧疚替代。蓝忘机拿出手帕裹在了小小县身上，防止他着凉。看着叔父紧皱的眉头，刚想站起身来说些什么，就听到小小县开口道：“叔父，魏婴知错，魏婴自愿领罚。”语气是满满的顺从。清谈会是很重要的场合，是代表着各大世家的门面。如今被他的胡闹搅乱，不仅丢了蓝湛的脸，更是丢了蓝老头、蓝氏的脸。愧疚的情绪溢满心头，请罚二字第一次心甘情愿地说出口。刚才的动静不小，成功地引起了众人的注意，站着的、坐着的、聊天的、听着的，都是一瞬间停了下来，一双双眼睛停留在了那小小一只的身上，一个个眼睛瞪得老大，一动不动，震惊地张着嘴，仿佛能放下一个鸡蛋了。这是夷陵老祖魏无羡。过了一会，不愧是夷陵老祖，不就是返老还童过油了吗？嗨，正常，不过这小县也未免太可爱了。男人们看直了眼，女人们更是被萌得一塌糊涂，口水直流，甚至有的人忍不住站起身来，颇有几分要上来抢人的架势。众人从震惊到适应再到痴迷，不过是几个呼吸间的事。不过这些变化几个当事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。三个人，一个低头惭愧无地自容，一个一脸坚定虽明事理却依然偏袒劝解，一个皱着眉表情严肃却没有怪罪的意思。忘机，带小魏婴下去吧，换身衣服别着凉了。看着众人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小小县看，蓝启仁不悦的将眉头皱得更紧，莫名一种酸涩的情绪上冲。他突然非常不想让别人看到那可爱的小人儿，想要赶紧把他那傻侄媳妇给藏起来。是，叔父。忘机无限告退，二人离去极快。蓝忘机本就不想让众人看着自己道侣这副委屈模样，再加上天气开始转凉，刚才自己握着他肩时，已经感觉到他的轻微颤抖，就算叔父不发话，他也已经准备先行离开了。在众人的目送下，一大一小两只渐渐消失在视线内，大厅一片寂静，半天没有缓过神来。看着二人飞快离去的背影，蓝启仁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藏起来，他好像也见不到了吧。冬至驱赶走最后一点秋天的影子，温暖的阳光被一场秋雨打散，雨滴伴随着北风的呼啸，滴滴答答地敲打在窗沿，丝丝冷气钻入室内，越过屏风，环绕在二人紧搂的身影上。那身下之人睁开双眼，先是一愣，接着澄澈的眸子瞬间闪过一丝笑意，动作轻柔地裹紧了被子，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面孔，一遍遍地用眼神描绘，然后带着满意的笑容进入梦乡。雨后的阳光总是格外诱人，仿佛也被洗礼过一般，不带着半点尘埃，温柔地抚摸着世间万物。当第一缕阳光射入，斑驳的暖阳照射在魏无羡的脸上，蒙松的睡眼徐徐睁开，一切仿佛一场梦一样，外界的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，规律的心跳在耳畔震动，强劲且有力，带着自己以同一节拍一下一下地敲击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蓝湛。魏无羡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胳膊，转过头看向头顶那人，如上天眷顾一般的容颜，一笔一画勾勒的完美细致，没有任何瑕疵，而自己则是躺在他的身上，腰间是紧搂着他的那双手，是他们最爱的睡姿。他真的变回来了。
短暂的温醇后，便是炽热的狂喜。蓝湛，蓝湛，你醒醒，看我，快看我，我便回来啦！魏无羡兴奋地爬起身来，却见那人睁开的眼眸中没有半点迷茫，琥珀色的眉眼微弯，带着丝丝笑意，嘴角轻勾，静静地看着他，哪有半点刚睡醒的模样？蓝湛，你早就醒了呀？魏无羡挠挠头，吐了下舌头，依旧是安安稳稳地跨坐在那人腰处，并没有要下去的意思。蓝忘机坐起身来，顺势将他搂进怀里。你醒了正好，我要吃肉，要吃多多的肉，你快去给我做，这段时间可馋死我了。魏无羡的思想一向跳跃，两句话之间大多没什么联系，想到什么就做什么。这不，想法一出，便兴冲冲地扒拉掉扣在自己腰间的温暖掌心，两腿一跨便要下床。兴奋的情绪并没有持续2秒，突然从背后传来了一股不可抗力的拉力，伴随着点点轻笑，一句低沉又充满磁性的嗓音徐徐传入口中：好，咱们吃肉。